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经营好一段婚姻啊，不仅需要不变的真心，更需要能够解决问题的智慧。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白庆玲，我也是这个档节目的铁忠粉。大家好，我是倾听者赵川。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天下有情人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莎娜。接纳和看见自己，其实也是爱对方的一种表现。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3对求助者，有请。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小光29岁，来自山西大同，自由职业；小张23岁，来自山西太原，自由职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大男子主义，自以为是，男人真是得到就不到珍惜。他就是作，每天都活在梦里，跟没长大一样。我一和他说话我就生气，他真是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他一点小事都无限上升，根本说不通。他什么事儿都自作主张，让他自己一个人过去得了。什么事儿他没跟你商量啊？说说呗。就是我俩不是刚结婚半年嘛，就我真跟他过不下去了。他这人既自私又大男子主义，而且他还不尊重我。他结婚前跟结婚后完全就是2个人，我觉得他就骗婚。我就觉得他小题大做，婚前婚后有些变化很正常，而且结婚之后回归平淡嘛，我不能说老天天的要对你献殷勤去吧，就是百般怠慢，也不是说怠慢，就是心里有就好了嘛。你这个给他抓到漏洞了。其实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婚前婚后就是2个样子。对，怎么可能一个样子呢？对，你嫁给先生之前是现在这样吗？那温柔多了。对呀，咱们面对正是这个问题啊。就我俩不是刚结婚的时候，他给的彩礼嘛，我家给的嫁妆。我当时心想，2个人肯定要好好过日子，我就把这个钱存到我俩共同账户里边了。以后真的有个啥事儿的话，你支出方便嘛？对。结果呢，我突然发现少了10万块钱，我一下很着急，然后我回去问他，他跟我说他还车贷了，这事儿跟我说都没说。我心想怎么着？那你娶我回来就摆设呗，我就是空气呗。我就纳闷，还车贷又还出事儿来了。我房子、车子、吃饭，这不都是正常的这些东西吗？那我这个车是为了结婚买的，又不是我后边自己一个人开，不给他用，2个人一块用的，我还车贷咋了呀？是这事儿没错，但是你不说这事儿是不对的。就是啊，你说上下2嘴皮一磕的事儿这么简单，他不说一下，他有点小题大做，我感觉。我小题大做，我为什么信你不知道吗？他这个人，我跟你讲，每次都屡教不改。这个事儿刚过去没有多长时间，然后接下来又给我发生一件这样的事儿，就是我俩结婚肯定要备孕嘛。我心想，你备孕手里肯定要握点钱，我没钱我怎么备孕？我怎么生孩子呢？然后我去银行，我说把这个钱吧，咱去投个理财啥的，到时候明年假如说真生了孩子之后，我起码手里能赚点钱，自己有点安全感。结果我去银行一查，我卡里只有3、4万块钱了。我当时很着急，我心想这个卡是不是被人盗了呀？就是我当时急得都快哭了，结果人家银行跟我说，你这个卡的状态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我回家问他，他一开始不承认，后来人家跟我说，哎呀，让拿这个钱又去投资去了。我说你怎么我上次跟他吵过一回了，他这次还这个样子，屡教不改就是因为上次那个事儿，所以说我不想再因为钱的事儿跟他有任何这些争吵或啥的，因为我当时做点小生意，就是我觉得可能1周内就能回来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没想告诉他，到时候我拿回来就行了。结果中间出点问题，他没有那么及时回来，所以让他知道了，就又拿这个事儿就是逮着我不放，一直给我翻这些，我就觉得这东西很正常嘛，投个资。又不是说我去干嘛去拿这份钱，现在这钱回来了还没有，但是都有实体的东西。你看，就是他也有这个问题。结婚之前吧，我们互相不管互相的钱嘛。结婚之后，就有一次我就发现他给他弟弟就是打钱，2000块钱嘛，不多，但是对我来说也不少。但是我一想，他工作了，他弟弟在上大学，就一个弟弟，打一下也无所谓。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每个月都打。就我觉得事儿我没错呀。那本来我父母对你不错吧？那怎么着？我相当于给我弟弟打生活费，不就孝敬我父母吗？当初就是我俩结婚的时候，因为我家里条件确实也不怎么好嘛，然后当时他家给的彩礼，按我们家那边的规矩是要全部给女方的父母的，就全部要给我爸妈的。我爸妈那边如果说我爸妈有儿子的话，是要留给儿子当彩礼的。但我爸妈当时对他很好，就1分钱没要，都给我赔回来。然后后来把家里仅剩余钱都给我当陪嫁了。做人不能这么没良心，知道吧？那如果说你要给你家里打这1、2000块钱的话，那我也很乐意啊。我觉得孝敬父母是应该的呀。
那我把我钱也全给我家打，你我说的是全部嘛，你不要偷换概念好不好？就1-2千块钱，这1-2千块钱他出去应酬一顿就1-2千块钱，我拿着应酬的一顿钱去给我弟打生活费，怎么了？我是觉得，就我们现在压力也大，也有很多要做的东西，我们现在也省钱，要攒钱，你不能说月你攒钱，你差这1-2千块钱吗？他老上升问题，就一干嘛就说家长。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而言之，在财务上面，你们双方都没有形成一个要跟对方商量的意识，对吧？不管是男生动用彩礼钱也好，还是女生没有跟先生商量之后给弟弟打这2000块钱也好，我们可以先把它挂在这儿了。听明白了？财务问题反映出你们婚后的第一个问题，在家庭重大开支面前，双方不愿意商议。好，我们再说其他的问题。就他这个人有点不尊重我。就当时我们工作跟生活不是一开始都在太原嘛，我所有的人脉，我所有的资源也在太原。但是呢，有一天他回去跟我说，哎，我带你去西安吧。我当天还挺乐呵，我心想他是不是要带我去旅游呀？我很开心。我说我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能放松一下了。结果呢，人家给我来了一句说我在西安租好房子，车票都买好了。他要带我去西安生活，我一听我不同意啊！我所有东西都在这边，我跟你去那边干嘛？怎么着？我结了婚就得为你赚是吗？然后人家又给我来，又给我扔了个炸弹。他跟我说，我这边房子已经租出去了，前台大人过来看过，人家后天就搬进来。他逼我走嘛？不是，我觉得这个也挺正常的吧？我们哪儿正常啊？就是我们刚结婚，我不能说自己一个人丢下他去什么吧？那让我就是，而且他做这个职业，在这儿发展也好，在那儿都一样的呀。怎么就一样了呀？你有在乎别人的事业方向吗？你有在乎别人愿意在哪里居住的意愿吗？你有在乎别人的住所愿不愿意出租出去吗？你心里头有对方吗？你尊重他人吗？这个事儿还真是折不过去了。你为啥不离婚呢？就我想着你刚结婚，你离婚，你这传刚结婚发现了这事儿，赶紧跑啊！后头还有事儿呢。就是还有呢，就是我心想着那没办法，那我妥协呗，我就跟他去西安了。我去西安的时候，他不是刚租那家没有家电啥的嘛，我心想那咱们去买点家电啥，你肯定要买家电之前要做攻略嘛，我不能说让人坑了吧，咱货比三家对不对？我做好攻略，他带我去了，然后人家导购小姐在他面前一凑，哎先生你看这个挺好的，这那，他又听人家导购小姐，哎就认为人家说的好，我在旁边拽他，我说咱不着急，咱就去另一家看一看。然后人家直接给我来一句，哪个女人头发上见识短，你懂什么？我当时一听，我觉得好丢脸啊！新婚妻子啊，说话就头发当着很多人面直接就说我这样，不该。那是朋友的店，然后人家导购在那儿给说着呢，说着，他是一会儿在旁边就是满脸就不行，完事还说去别的家，关键他也不避人啊，他就当着人又不是聋子，当着人面就这样说，我就觉得那你老婆也不是聋子，你当着所有人面侮辱你老婆，你让你老婆怎么办？那他也直接就甩脸走了，我当时也很下不来。我站那儿我去丢脸，去让人家笑话我去，是这个意思吗？我就活该，我受着呗。哎，姑娘，你挑家电都知道货比三家做攻略，你嫁这男人怎么嫁得这么草率啊？就他之前他不是这个样子，他恋爱前他多好一个人呀，我真的没看出来说大男子主义这些东西。恋爱前他跟我的聊天都是叫什么宝宝宝贝，然后他恋爱时候他真的特别浪漫，比如说每次下班回家他会给我带小礼物，一束花一个小礼物真的不值什么钱，但我就觉得很好。然后那段时间不是他特别忙嘛，当时我就闲的没事，我刷抖音，我刷到一个那个游乐园的视频，我刚给他看了，我以为他没放心上，结果他第二天就直接带我去了，我当时很感动，因为他那会儿是放下所有工作带我去的，我当时觉得我说我真以为自己遇到真命天子了，就这种。然后结果你看他现在，就有一次我收工比较早嘛，然后我回家了，我心想着家这么乱，我收拾一下吧。结果刚收拾好，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喂你在哪儿呢？他跟我说他在门口，我当时一听我还挺开心的，我去给他开门，结果一开门，门后站着乌泱一堆人，我一个不认识，人家直接进来了。当时我很生气，我说你干嘛之前你跟我打个招呼吧，怎么着我也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我打算说拉他去卧室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不想在那么多人面前驳他面子。然后我拉他去卧室，人家直接甩开我，给我来一句我们男人台上女人少管。我当时我能说什么？我自己回溜躲回房间，我气得一晚上没睡着。就当时因为我带朋友回去了之后，他一直摆个臭脸，就是我朋友也不是傻子，都能感觉得出来。然后他非要拉着我。你是傻子吗？你要不是傻子的话，你怎么会回家之前不说一声？老婆如果穿着睡衣小吊带，一开门全是男人呢？对呀，老师说的就是在这儿啊。如果他想给你一个小惊喜，岂不是很尴尬吗？当时没有太多想，因为就是临时，就是我和朋友不是约一下，而且有事儿要谈。我一想，就是那就在家里合适就直接去了，我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你看啊，这里面有个相处模式问题。
女生说为什么婚前和婚后不一样？我现在听起来婚前婚后反而恰恰是一个人。你看在婚前啊，我觉得送你花很浪漫，我没有跟你商量，我带着花来了，这个行为是我们的关系我做主，对吧？我看到你刷了个游乐场，他也是以惊喜之名，完全靠自己来做主，把这个事儿做了。你看他的前后行为是一致的，小到把人从外面带回自己家里做客，不通知自己的妻子，到去商场购物不与妻子商量，再到妻子的人生规划不尊重，直接把妻子带走，再到用你们的财物，你看他所有的行为他是一致的，只不过婚前以他为主的那个行为叫讨好，对，你是一个获益者，而婚后的这个模式，你是一个受害者。我知道你们今天还准备了这个婚前和婚后的一些聊天的记录，来我们看看。这都是之前的嘛？对，这是恋爱前就消息都秒回啥的，现在特别敷衍。让我给他发个消息，可能隔1-2个小时才回，就敷衍到不行了已经。哦，明显冷了哈，这个能解释一下吗？你们交往多久结的婚啊？2年。女生以前没发现他这些问题吗？以前就是很殷勤，说实话真没有感觉到。他做了这些事儿之后，你动过心念要离婚吗？动过。在什么事件的时候动过？就是刚结婚那会儿，他动我彩礼钱时候我动过。啊。后来其实这个行为是在升级的嘛，为什么反而没有了呢？我问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说你这刚结婚就离婚，然后到时候再结婚你就2婚，不大好了。来，我们这儿今天有大哥大姐，你们有过这个婚姻经历，来怎么看这事儿？我觉得这个男嘉宾做事有点欠妥。要搁我不会这么干。我觉得那女孩岁数小，对婚姻没什么概念，她也不是很清楚。老公做出这么严重事儿，但是她还是忍让了。就至少她应该有一个态度，是吧？对，她应该有个态度。来，我们还有个硕士是吧？先说这事儿，你敢做吗？我不敢。然后说，因为我觉得婚姻是2个人的事儿，就是又需要男方又需要女方，然后相互扶持。然后男方确实这个有点大男子主义，我觉得有些事做的有点欠妥。我觉得就是婚姻和恋爱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我们2个现在也是处于在恋爱的时候嘛，就是2个人既然结婚了，就应该就是多商量商量嘛，再做决定。徐总怎么看？其实男生一直没有变，他只是一点一点的显露的更加的毫无顾忌。女生啊，来之前就是想教育教育老公的。现在经你们一说呢，这老公不行了，我得跑。成长是在什么过程当中啊？在痛苦当中成长。那也不能与狼共舞啊！哎，不是啊，我们这儿疼了，这烫我一下我就跑了，那边再烫我一下我再跑，我始终就是在自己不能成长那个幼稚的阶段。不，你现在知道了，烧红的铁不能用手摸，这还得烫多少下才能学得会啊？沙袋打多了，你的抗击打能力就强了呀。所以说必须锻炼，必须咱们在这个关系里就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男生他本质不是坏，他是懒得去经营，懒得去真正掌控这个家，做一个真正的大男子汉。所以说啊，收起你那份所谓的自以为是，其实你啊混得也不怎么样。一开始是花的人家的钱，对吧？然后现在又去做一份工作，你现在做的也不见得如何。我看状态是自由职业者嘛，也不稳定了。所以说，真正我们不说外部工作稳定状况也好，你先啊把家庭关系稳定了，收起你那点自以为是。有的时候我们弱者在外面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存在感，就在家里去找，你就属于这种，好吗？收起那点那个自大自以为是，这婚断然不能离啊！怎么能是懒呢？我觉得后边老师说的那个，我觉得我还是很赞成，就是你在外面找不着自己的位置，然后你就很想在家里，在你的老婆面前，在一个依赖你的一个弱者面前去展现你所谓的男子汉的气概，但是你绝对不是懒，其实你是很计较的，而且你也是很有这个思想，这是懒吗？你在一个人都不知道这个马上第2天要到哪儿去的情况下，你就已经把房子做好了，是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弄好了，对吧？你这个你把用他父母的彩礼钱，对，我并没有觉得就是彩礼这是必须的，我不赞同。但是你既然已经给了，那就是他父母的钱呀。你挪用人家父母的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呢？
人家2000块钱给弟弟又怎么了？你肯定不是懒，你心里步步为营。山大老师，你就不说了，就把我虐过去了。不是你不是让他们就地解散了吗？就地解散。我在那个说一个感慨哈，这个感慨是我看的那个聊天，最早的时候恋爱的那一会儿，我脑子里就走神了，你知道吗，姑娘？我就想的是，我得每天把我的孩子们叫宝贝儿，叫心肝儿。我得让我的女儿们从小到大被心肝儿、宝贝、肉肉啊这一些肉麻的话给泡大，省得将来长大了以后，好好一姑娘被白眼狼用个宝贝儿心肝儿就给轰走了。我跟你说啊，这是价值观的问题。他觉得我把房子出租出去，我换一个城市不用跟你打招呼，没什么呀，有什么？这就最可怕了。因为这事儿在他这儿构不成任何的让他觉得这事儿很严重的问题，那有几点可能性。我们往轻了说，他眼里没你，心里没你，压根儿不害怕你。那说白了，不就是不爱你吗？那往大了说是什么？如果这事儿往大了说，你不知道睡在你枕边的这个人，他每天在想什么，他在计划什么，他的计划里面任何的一丝一毫的风声都没有透给你。你会突然一回身发现，我的身边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觉得这事儿可怕吗？这么可怕的地方，如果还没有让你引起警醒的话，姑娘，我觉得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如果你也不觉得这事儿它很严重、很危险的话，那我觉得你大概率你接下来碰到的还是这样的人。我想替男生说几句啊，就是他可能在婚姻家庭的认知层面出现了问题。我谈的是认知问题，就是可能在你接受到的你家庭的传统模式里，包括女生接受到的教育，让你对此事的严重性没有任何的认知。我不认为你是故意，我是认为你认知出了偏差了。可能在他的心里是这么想的。你比如说，按照现在的这个正常的逻辑，这个男生是一步一步把家里的所有权全掏空了。但是男生脑海里面可能在想这个钱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我帮你做一个心理推论，我不知道我推的对不对。我没有啊，这不是我爸妈的钱吗？给你的嫁妆吗？你不是也跟我说过吗？这就是我们婚后一起可以拿来生活的吗？你是不是这么想的？有这方面，完事儿还有，就是我不是拿这个钱去给自己花了，也不是玩了，我就是做生意是为了咱俩。好，这就是我说的认知。如果说这是个认知问题，后面的认知问题我都可以这么去视同。在你家，你父母的关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小时候我没有怎么跟家里生活在一起。你在哪儿生活？跟那个就是我姥姥姥爷。姥姥姥爷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是我姥姥比较听我姥爷的，所以在你的这个生活习得当中，其实是缺课程的。我是认为他是在认知上出现了偏差，至少你要有一点非常清晰和肯定，就是在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动用彩礼的问题上，一个是不跟伴侣商量的前提下决定了别人的命运和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命运的时候，这两件事情你错得很离谱，偏差很大。先冷静下来，我知道对你们俩来说，冲击挺大的。老师们今天的话，就是冲击是巨大的，因为可能在你们上台开始讲述的时候，你们都没觉得问题有那么的严重，但是事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两个问题都是原则。是的，对。甚至我觉得它的冲击不亚于一个人的出轨和背叛。对对。先坐下来歇一歇，静静在那儿思考一下，好吗？谢谢两位，来，请回。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唐先生51岁，来自天津，活动策划；石女士55岁，来自吉林，退休。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这段感情你付出的多吗？肯定多呀，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我就是他的保姆。当然了，我无时无刻都在照顾他的感受，但他就是不知足啊。你觉得你们能和好如初吗？如果他还防着我，不和我交心，那我们就好聚好散。一定能啊，他就是闹脾气，我哄哄他就好了。来吧，我们听听吧。大姐先说吧。我跟他相识1年多，我感觉他这人呐特别自私，还小气，最主要一点还特抠门。
我那个为了他把工作都辞了，然后我就在家成了他免费保姆。然后他呢处处防着我，我跟他提出分手啊，他不同意。那分手扭头就走了，摔门而去啊。他三番五次的找我呀。我跟他认识啊1年多了，哎，我感觉他这人啊还挺好的，是冷找人，挺会照顾人的，而且啊他还会做饭，每天回家之后呢能吃口热乎饭。不过他这人脾气不太好，经常跟我吵架，我就想，嗨，散了吧，这都小事儿，忍忍。我觉得还能接着过，所以我就想跟他继续。还你想跟我接着过？怎么过呀？我前段时间跟他提出来领证，他不干。为啥？我一想，这么大岁数了，大伙过日子就可以了，结什么婚？而且是2婚，那你也得结婚呢，要不然人家凭什么跟你啊？保障呢，对不对？对。后来啊，他那嘛，他不同意，不行，必须得结婚，不结婚不行，咱就散吧。我后来想，不就登个记，然后请朋友吃顿饭，我一想我就答应他了。结果呢，他又跟我提要求，让我给10万块钱彩礼，这不开玩笑吗？这有什么开玩笑的呀？我们都是2婚啊，哪有要彩礼的？你又不是23、40岁。2婚不能要彩礼吗？拿这彩礼干嘛呀？你要？我是外地人，他是本地人。他有一天他不想跟我过了，我是不是有个保障？我有个底儿。这个彩礼啊，我不能给，因为嘛呢？他闺女啊准备要结婚了，他找我要这彩礼啊，是为了给他闺女当这嫁妆用。得了，你净瞎说八道！我姑娘嫁妆钱我早准备好了，那彩礼跟是彩礼，嫁妆是嫁妆，跟这能扯上关系？你就小心眼儿。这就是换个说法，左手倒右手的事儿。他净给我玩套路。哎，你挺有意思的，大哥。刚才说那小哥的时候，他说我不会啊。对。要搁我不会这么干。我看你比小哥会啊，您是真算呐。这个不是算，因为嘛呢？咱挣点钱不容易，尤其像我这么大岁数了，不好挣了这钱。我得留点养老钱啊。你们俩结了婚不都得互相养老吗？对呀，半路夫妻啊，咱必须得多想点，对吧？哎，所以大哥，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假设大姐她不要这个彩礼了，你们结婚之前要做婚前财产公证吗？我觉得应该要。大姐人怎么样？您觉得？我觉得人倒挺不错的，就是脾气大，沾火就着，净是因为一点小事儿还跟我发脾气。3番5次给我点，得给我钱，我得有个保证。拿了钱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万一你回来有外心嘛的，我能有什么外心啊？再说了，我把钱都给他了，他踏实了，我就不踏实了。人穷志短，财大气粗，兜里没钱，我说话都没底气啊，对吧？所以得看好了，是吧？对，对您照顾的好吗？这1年照顾的还可以吧。尤其是前段时间我在医院住了几天，住院了，我是跑前跑后的，端屎端尿的伺候他。我这付出的那辛苦，那你说我就说要点保障，他就不给。他是照顾我几天，照顾的挺好的，我也挺感激的。可是呢，在同病房里边，旁边有一老头，我们聊天时才知道，这老头啊以前是做生意的，挺有钱的，而且这老头啊还是单身。他知道了，哎呦，开始对老头开始热情起来了啊。又给买饭、斟茶倒水，陪他聊天。哎呀，我一看，哎呀，这有事儿这样。你瞅他这小心眼儿，我没当回事儿。再说我们东北人都是热心肠，因为老头想喝水，门给倒，我就随手给倒水。吃饭时候没人了，我就顺手给打个饭，这不很正常点事儿？告诉谁都能帮这个忙。现在还有联系吗？没有联系，我根本就没联系，只是这病友，就是我随手照顾照顾。他就是热情的过分了。我估计他就有想法，他比较物质，嫌贫爱富。他不是嫌贫爱富，人家跟您1年多，真是。他当初啊以为我有钱呢，后来一发现我挺穷的。那人家咋不走啊？对啊，他不一直找我要钱吗？没要着钱。他早就知道从您这儿1根毛都薅不下来了，早就知道了，一直到现在都没走。对呀，您到现在给过他什么呀？我生活费每月都是我出的。找一个保姆，你不光要给生活费，每个月还得工资呢。这跟保姆不一样，平常在家里就是做个饭，不就添双筷子的事儿吗？谁做饭呀？你俩？我做饭啊，对呀。我也做。你做的时候少。你前段时间领你那个帮朋友回来，你整吃喝不都我做吗？我伺候吗？为什么不离开呢？这不是想离开吗？他就3番5次的找我。他找您每次怎么哄的，又能把您哄回来呢？
他有什么甜言蜜语，还是送了什么礼物了？没有礼物。他那么抠门，你想他能送我礼物吗？我用真诚感动他。主要是他连嘴都不甜。我这人嘴笨，不会说，吵架我都吵不过。妈呀，您刚才说那些可太会说了。对，哄都没哄，只是打了个电话说回来吧，你就回了是吗？我这人就是心肠比较软，我有时候我再说，我一想我是东北人，我来到这儿，我觉得他这有房子什么的。我寻思就这么大岁数，凑合过吧，将就吧，就这样。您实际也是想找一个落脚点，对吧？对。怎么样啊？这1年多生活下来，你觉得他把你当女朋友，还是当保姆，还是当未婚妻，还是当什么？他把我当成保姆了，我自己劳保工资我都拿出来花了。但是我后边我一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我才想起我从他要那个彩礼钱，不然一开始我不想要。您是通过接触怎么发现不对劲儿？他花钱特抠啊。他给我生活费的时候，30、50的。除了花钱抠之外，还有什么呀？他还花心。啊，还花心呢？他还有花花肠子呢。你看他，他先说我怎么样，但我真没那想法。但是他，我跟你说，没认识我之前，他还有个相亲群，到现在都没退，总跟那相亲群里眉开眼笑的聊天。我那是忘了删了，那群里啊50、60人啊，男的女都有，偶尔看看。而且那是刚认识他，时间不长，那事儿都不1年多了吗？不是，现在还没删呢吧？早就删了，删没删，大姐？刚删不长时间，因为我发现了啊，然后我说他了，他删掉的，我不说肯定他还留着呀。除了这个相亲群之外，还有什么让您觉得他花心呢？他会打快板，有个快板队的女的，他也往家领完了，他俩就门一关，他俩就聊，也不知道他聊啥。这是那个我们平常啊，有时候去社区啊。老年活动中心演出去，那女的是我搭档，我们去回家去对这台词儿去，她就开始多想了。大叔，我们演员啊，男演员和女演员对台词都把门打开，基本上都在公共场合都对台词。不知道您非得要关着门，2个孤男寡女的去打快板？哎呦，当时也没多想，就他多想了。带回来1次，还是说经常带回来？就一次，就是您跟他说过这事儿以后，他就注意。对呀，我当然了，我跟他说了。所以那你不能说人家是花心的。你看啊，相亲群没退，你说了，人家退了；带回来1次，你说不满意，人家不带了。那还有呢，我跟你说，还有呢。那没认识我之前得处10多个那个女朋友。哎，没有，我认识他之前就是相亲，有过什么10几次，正式谈对象的也就2、3个，而且时间都不长，就几个月。2位互相评价一下对方吧。我就觉得，反正他虽然说有些小毛病吧，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过。我觉得他就是小心眼抠点，但是他要是给我一个态度，还可以吧。你们谈了1年多，他带您去哪玩过吗？他1次都没带我玩过。对，还有一个事儿，他那个一整出去旅游，然后就3天2天自己出去旅游。我啊，那是这个有一个户外群，我们去爬山去。他呢腿脚不好，爬不了山，没法带他去，所以他就不乐意了。我就说啊，等你腿好了，咱俩去那个休闲游去，也不用爬山。你拉倒吧，他就嘴上答应我，但是他一件事他都没兑现。那你带他去看腿了吗？看过，就买膏药，他也没领我，他也没领我上医院。去医院那就大方了，得动手术了就。这老毛病就得用这吧保守治疗，大哥。大姐除了这个在家里面干点家务啊，帮您省了点事儿啊，做饭，对您怎么样啊？还可以吧，平常也聊聊天你毕竟一个人太孤单嘛，对吗？大伙过日不就这样吗？所以大哥，我想问啊，就是您打算娶她了吗？打算了，登记对吧？啊，不就合法夫妻了吗？对，然后请亲朋友一块吃顿饭啊，然后呢？对吗？核心的那个就不提了，那个怎么就不提了呢？本身我也没多少钱，对吗？你要说真有事儿该花的，咱绝对花。那您有多少钱啊？不多，就10多万，我都给他，我不就没了吗？如果大姐不要10万了，5万，给不给？他女儿结婚啊，我答应给随1万块钱那个份子钱，这就够可以了。您的意思就是说10万没有？1万可以，是这意思吗？毕竟他亲爹1分钱都没掏，对吗？是不是这意思啊？就这意思。就是娶大姐这事儿，在您这儿看来只值1万块。哎，这是2码事儿，咱别老谈钱，谈钱伤感情。大哥，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大姐你们俩是走在一起了啊，你也没有给彩礼，但是有一天大姐生了重病，需要拍10万块钱，拍不拍？她有医保，
我天！再问你啊，大姐的这个病，医保管不了的部分有2种药可以选，进口药、国产药，一个贵一点，一个便宜一点，你选哪个？这个到时再说吧。这个你看答案就知道了吗，姐姐？就是到了这样一个岁数，就是到底生活经历了什么，让你们那个情感打得那么薄？我没有说谁对谁错，大姐也很现实，给我10万块钱我就嫁，不给我这10万块钱我就走，我不耽误这个时间。我们说了要彩礼，可不可以要？彩礼可以要啊，对方有条件，愿意给，为什么不能要？问题就彩礼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就是那句话，彩礼有的时候是照妖镜。在这段关系里面，我们就看这个关系里面照出来的是什么？照出来的是大姐并没有实心实意的看上这个人，她要真看上了这个人，其他说，为啥没看上？我想也不会看上。我觉得也不会看上。自私，什么？这10万块钱，在我看来，甚至是大姐给大哥设置的一个障碍。我觉得是这样，在爱情当中啊，有时候想要全都要，可能性不大。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些事儿我们可以全要，比如说我们在选择一个电话号码的时候，我们既想要通话质量高，又想要网络高速稳定，然后这个套餐呢，这时长还多，流量还大，哎，我们选择中国广电的192。可是，在爱情当中，大哥我就问您，您是要钱，还是要人？这问题您去想。我跟大姐聊几句哈。为什么大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使劲按住我这钱不放，就跟你谈所谓那个柔情蜜意啊，这种爱情，跟您有没有关系？您是奔着什么来的？如果您真奔着大哥这个人来的，那为什么总把这个钱、保障、物质先放在前面了呢？而且一味的去强调，如果您着急结婚的目的是早点有个保障，甚至于大哥说你不就是你的女儿要结婚了，想给点嫁妆吗？哎，咱压根儿就不给他误解咱们的机会，咱们有分有寸、有尺有度的去谈这份感情，谈感情的结果，人才能两得。大哥，我刚才问您的问题考虑清楚了吗？有答案了吗？要钱要人，这得仔细考虑一下。好了，这也是一种答案。大姐，你懂了吗？我挺诧异的，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爱情怎么就是特别凉薄，我也不知道找不出什么样的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特别扎心，就是两个人的那种相濡以沫，最后走到这个生命的最后，能够说出来这样的一个话。哎呦，就是觉得凉薄。就如果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任何一点爱的感觉，没有那种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的冲动，也没有想为了对方能够豁出去了，就是我豁出去，我有什么都给你，因为我余下的人生给你了，我余下的健康交给你管理了，我余下的金钱也想和你共享了。假如没有这份决心的话，那么在一起搭伙过日子干嘛呢？有一些伤害的话哈，咱这个哥哥别说了，那些话每一句都扎心，那些话也许你是把它当成个幽默讲的，但对任何女人来讲，全部都叫路标，路标上指着一个叫做此路不通。能谈恋爱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谈一阵儿的。两个人在恋爱交往的过程里头，双方再看我们能不能往下走下去。但此刻如果一定要拿什么给10万就结婚或不给10万不结婚来作为一个论断的话，我都觉得对不起你们相爱一场。米娜姐，我甚至都不觉得他们相爱，因为，哎呀，我觉得咱们这个中国广电这个192就要爱说的特别好。任何一段关系当中，如果没有爱，就会让这段关系很可怕，就会看见人性的最深处。你们两个人之间有爱吗？我觉得没有。为什么？你们两个人都活得太毒了，也太毒了。这两个毒是不同的两个字。第一个毒是孤独的那个毒，第二个毒是狠毒的毒。就你们眼中没有对彼此的欣赏和爱慕。当你碰到一个你爱的人，真的你全身心想要付出的人的时候，你一定断断不会说出到时候再说吧这样的话，因为你从来不会想我说出这样的话对方是否会伤心，是否会难过，因为你从来压根儿不会想他的感受。这个人他其实对您来说目的非常单纯，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来照顾我的生活嘛，我回家能吃口热乎饭，您早就说了。
那对于您女士也一样，您毒是毒在哪儿呢？我就是要找一个后半生的依靠，这人我喜不喜欢、爱不爱都无所谓。他是天津人，在天津本地有房，我觉得老了要什么呀？还图什么呀？因为您一开始您的目的也是这个目的，那他的目的也是这个目的，你们不就在一起了吗？所以你们之间没有爱，就是搭伙过日子。他的一开始形容的非常准确。那么搭伙过日子，就不要埋怨彼此要的都太多。但是翻回来说，如果真的只是搭伙过日子的话，我能不能找一个欣赏我的，或者我欣赏的，我们还有爱的在一起，这样的人生不是才有意义吗？徐总给了一个那个问题特别好，就是你要钱还是要人？实际这压根儿不是一个矛盾题，这个命题在第一对夫妻的身上已经体现了。你要钱还是要人？我得到了人，所以我还得到了钱。我不管这个男生是靠什么样的方式啊，至少让女生感到的是爱，所以我才愿意这样去做。到了这个岁数了，其实应该更明白了，越是中老年的再婚，越是中老年的情侣，其实越需要爱的单纯。对，因为你们见过世事了，你们了解生活的本质了，你们各自算计生活的能力是远超年轻人。是的，所以人才说嘛，中老年的恋爱是老房子着火，火势蔓延，一发不可收拾。你们连爱都没燃起来，你们还干嘛呀？但是有热饭吃啊！啊！但是有热饭，现在热饭也没了。哎呀，所以想清楚好不好？谢谢两位啊，你们考虑一下，请坐啊。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小浩24岁，来自黑龙江，学生；小雨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跟他现在分手2个月了，我今天参加节目就是为了想跟他复合。他刚跟我和好没过多久，就无缝衔接又找了一个，现在和我说要和好，骗谁呢？但是我真的很爱他，我希望他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他跟他的异性朋友一直都没有边界感，如果他意识不到这是个问题的话，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了。合计是分手情侣，你是来求复合的是吗？对的。哦，分手2个多月了。对。为啥分啊？先说说吧。我的女朋友觉得我比较花心，然后跟异性不会保持距离。但是他不认为他很花心，他身边就是有很多女生，就是经常有学姐学妹啥的。这我跟他说了这个问题，他也不改。那其实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好朋友也得有个度啊！我俩分手其实主要是因为今年6月份的时候嘛，毕业季之后，他在他的朋友圈发了一张他和他学姐挽着胳膊的照片。怎么个玩法？就是这种挎着，然后还这种贴着，两个人还笑。我就觉得这张照片太亲密了。就是我跟我那学姐从本科到现在都认识6年了，而且相处的特别好。那你认识6年，怎么不把他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啊？那不是他今年赶上毕业实习什么的，没有时间给你。你看他就是一直他都在找理由，就是给自己在找原因。分了2个月，然后你那小片里说无缝连接了，接的谁？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分了之后嘛，他就找我复合，我也挺犹豫的，我寻思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嘛。但是分了之后1个多礼拜吧，也就他在他朋友圈官宣了一个女生。我这是故意气你，亲你可见了当时。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啊，我以为他就是又找了一个，这还找我复合啥呀？那当时给你发消息也不回，给你打电话也不接，我想那不是我生气吗？我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博求你关注嘛。但你这种方式我不喜欢啊，他俩还私自见面了，要不然怎么能有照片呢？那我就是故意气你，当时我就是在网上认识一个，然后我就想说跟他说想气我的那个女朋友，那人家就帮你了，我就跟人说人就帮了。哎，一般人找一个人气女朋友，可能随便拿一个什么人的照片发一下就得了，没必要单独还要去线下见个面。当时就是在网上认识，也是挺机缘巧合的，然后也是一个学校的，我寻思就是见面认识一下，然后我跟他说但是我就觉得我心里还是很在乎他的，然后我就是跟那个女生就说，我说我现在还是很喜欢我那个前女友，然后能不能帮我？我告诉你，正常女生啊，一般不会帮你这个忙的。对，帮你这个忙啊，一定是有所目的的。尤其你在说出我想拿你气一下我的前女友，首先对你没什么意思，女生没有必要去趟这个浑水。
其次呢，对你没有想法的女生，压根儿也不会出来跟你见面。那也就是说，这个女生是对你有想法的，就是自己没看上。他一直都是一种暖心学长，哪个女生找他帮忙，他都帮，不光对我温柔，他对所有女生都温柔。就我们两个刚在一起1个多月吧，有一天他寒假去兼职，这我想那兼职一天也挺累的，我去接他下班吧。我都走到他身后了，站了半个多小时，他跟一个女同事搁那聊得热火朝天。当时不聊我那个经理八卦吗？那你聊八卦，至于耳朵贴得那么近，嘴都要亲上了吗？我哪有那么夸张啊？这当时说八卦也不能大声聊啊。之后他说我惹你生气了，我哄你，之后咱们两个一起吃饭看电影吧。我想那就去吧。去了之后，电影看到一半，半夜11点多，他给一个女生搁那发信息，之后我要抢过来，他不让，他还搁那挡着。我一抢过来，看到那个女同事给他发在干嘛？睡了吗？我有点想你。后来不解释了吗？后来我也当你面把那个女生删了，那工作也辞了，那还想怎么样啊？他要是没有看到的话，你们两个人再继续往下聊天，那接下来不就是互生情愫吗？所有的感情都是从聊天开始的呀，就在这还狡辩什么呀？我不是都删了吗？就感觉好像你看看，我都已经为你，我把别人都删了，你把我这段感情斩断了，我都已经做了了断了，你还要怎么样？那拜托你在干嘛呀？但是你至少你应该承认说有女生喜欢你，是吧？对，有几个呀？很多，没那么多吧？啊，很多。很多，他认为都是普通朋友，但我认为就是他对那种女生的边界感一点都不强。他还有一次也是半夜12点多。他跟一个女生打了1个多小时的语音，你说语音他也不是有那种文字啊，我能翻着看看聊的是啥。那不是我一个实验室的学妹吗？然后她那天半夜啊，你们俩半夜搞科研呢？就是那天我那个学妹失恋了，我安慰她2句。你不觉得你这管得太严了吗？我这管得太严了。不是半夜给一个女的打电话1个小时，叫太严了。就是我之前就是任何的什么外卖软件、短视频软件、聊天软件，他每一条消息他都会查，就是控制欲特别强。那我天天这么看着你，我不也没看住吗？之后他和他的导师去外地要出差，那异地的时候规定好了，就是每天都要认真回我信息嘛。我给他发了1天信息，他晚上就回2字在忙。那不工地信号不好吗？那我为啥上我的游戏账号发现你游戏在线？就那天恰巧那天那么多恰巧，5黑4缺1，那我不玩不潜，那我不合群了吗？那为啥你和女生保证情侣关系？那天是因为游戏有活动，那个情侣关系能赠送一个皮肤吗？那之后呢？之后你为什么带这个女生继续玩？那我想带你玩，你也不玩啊？那我不是不会吗？我要会的话，不就和你玩了吗？而且你为什么打游戏不和男生一起，非要和女生一起啊？就我那就是登游戏，我看着他在线就在一块玩了。其实说来说去就这么几个重点，你不觉得吗？对，就是这个游戏它可以折过去，哎，这个学妹她也可能打电话，这个女的自投罗网的去给她打电话，但这个我想你肯定前面就是有铺垫的呀。那其实这都不算啥，我觉得这都不算啥，好。对，这都不算什么。最过分的是，也是在这个异地期间，有一天晚上说，你在干嘛呀？一会儿方便一起吃个饭吗？完了，把我叫成了他前女友的名字啊！就是他给我发信息聊串了，完了不到1分钟他又撤回了，以为我没看见呢。你这样你跑来干啥呀，小伙子？你求鉴定的吗？这是来？当天晚上我也回去找他了，坐当天晚上最晚那班飞机，也跟他向他保证了，也说再也不联系了。别保证了，你承诺太多次了。我跟你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男生，别的我不知道啊，至少可以听出来，女人缘比较好，有学历，对吧？说话有点那个不叫幽默了啊，小贫嘴是吧？有些女生就喜欢这样的，长得也斯斯文文。你大概那些这个学姐呀、什么七七八八的，喜欢你是知道的对吧？有的知道，有的就是对吧？怎么可能？不，至少我们从这个用词里面可以感受到嘛，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人挺多。我是在说数量问题，所以男生是不是觉得？在对这个女生层面，你是专一的，对吧？对，我挺专一啊，你还觉得挺喜欢，对吧？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嘛，你守住底线了吗？我守住底线，就是那些莺莺燕燕的，你跟人互动了吗？就没有任何实质性动作，没有任何实质性动作，就差实质了。那有一些语言上的越界吗？有，就是你说过什么越界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也会说一些比较暧昧的想你了这种话什么。所以其实现实问题就摆在这儿嘛，就是女生觉得这个男生抓不住嘛，抓不住才会查手机嘛，才会越查越多嘛，
啊，事情才会被越查越大嘛。那本身有没有那么大，可能也没那么大，但是在这个过程里，男生已经承认了，确实有很多或者他周围的很多女生对他是有好感的，他有的时候也会跟别人有一些情感上的互动，这个男生是承认的，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现实嘛。优质的男生喜欢的女生比较多，女朋友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看你分手其实就是假分手嘛，你是敲警钟的嘛，要不然今天你也不会来嘛。来吧，曲总，怎么办？我敢笃定的说，就到现在为止，男生心里还是觉得挽回她十拿九稳，因为你太了解女孩了，因为你接触了太多，你是从中在选择，她一定不是你最后一个。只是他在当下，在这些女孩当中，他有他的优点。其实刚才并没有说出来，但一定是有。是什么？对，当时就是我生日的时候，他会给我准备一个很多惊喜，就准备了一个那个礼物盲盒，就一个很大箱子里，什么都有，什么有鞋呀，什么面膜呀，什么护手霜啊，什么就是眼镜，还把我俩相片做成那个相框，然后放里面，就是送了一堆。然后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说接受过这样的礼物。然后我生病的时候，也会很细心的照顾我，然后从他们学校到我们学校给我送药，然后陪我打点滴什么的，都是非常感动。这只能说明3个问题：第一，你曾经被这个女孩感动过，是刻骨铭心的感动；第二一个，这个女孩你还对她充满着好奇，因为她会时不时的给你制造惊喜；第三一个，周围没有人在对你付出能够赶上她，但是你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你的好奇心，你还在寻觅，但你至少就说我没有主动去啊，未必，因为你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你在有语言上的暧昧，暧昧和出轨中间只差一件事儿，就是机会，所以女生自己心里很清楚，危机感啊，不可确定性啊，但是恰恰呢，爱情这件事情，它魅力之一就是不可确定性。你一边呢反感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一边你又有一种期待，你说你看，没有比我更强的，他只属于我一个人，你看我多好。而你的价值通过这种比较，你自己可能也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哪天是个头啊。男生虽然感动过，但未必是真正那是感情。你自己有一片足够的空间的天，你要真想去寻找那个始终你觉得会更完美那个人的出现的话，你就踏踏实实去，但千万不要再绑定一个女人，那样你就不道德了。听懂没？听懂了。我觉得这个男生特别的喜欢证明自己，他是一个生活中很喜欢、很享受其中的这种万人迷的这种感受的一个男生。你就像一个孔雀开屏一样，一见到女生，我必须要给她开一个屏。哎呀，我是万人迷，哎呀，就好油腻呀。这个女生愿意这样对你，希望你，哎，我不希望这个女生跟你在一起。我刚刚在劝咱哥哥姐姐的时候，我觉得恋爱还是可以谈下去的。之所以对这2对我都保持了这样乐观的态度，主要是因为那一对已婚的实在让人看不过眼。忽然就觉得，只要你们没有结婚，那么谈个恋爱又何妨呢？但是，作为年轻人的你们，这一桩恋爱里头，女生不能再谈了。您不像姐姐，姐姐经过人生之后，她已经自己历练完了，她不会因为一桩感情患得患失，导致怀疑自我价值。他不会自卑，他不会摇摆不定，他不会耽误学业。姐姐啥都不耽误，但是你谈这一桩恋爱，却在这个恋爱里头不停地在被消耗，每天怀疑我不如别的女生，每天把时间精力放在查岗、查情、查男朋友有没有不忠，每天都在思考这一些破事儿。第一，导致你不能成长；第二，导致你对自我判断会出现误解，你会以为自己差。反而就成就了他的好，从全场里头都是你在夸他，他连说为什么爱你都只讲到了你做的让他感动的事，而没有一丁点你的优点。所以你的男朋友本来就没有看到你身上有什么闪光的。而如果你因为爱他，他的那一些恶习导致的身边莺莺燕燕多，却使你误以为是因为我不如人才出现的莺莺燕燕，那么反而会让你莫名其妙的自卑。
你的光芒更加难以散发得出来。离开这个阻断你人生的人，因为路还长，别被他伤害到自己的成长。小浩，我真的很慎重地提醒你，不要再这样玩弄自己的青春。其实，在你心里非常清楚，围绕在你身边这些可以跟你在微信里面动不动说我想你的女孩子，你大概也不会找她们做女朋友。因为你深知这些女孩可能也会跟其他的男人说我想你了，所以你为什么会一直求他复合？因为他不是那个可以随便跟你暧昧的对象，因为他踏实。为什么恋爱和婚姻让人崇敬？因为唯一性。但如果你要是在你的青春当中谈的这些所有的恋爱都不是唯一性的，你给自己找很多的暧昧的对象的话，害的是你自己，也会毁了你现在所有的声誉，对你的未来人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自己自律的人才能成功，对自己不自律的人，放纵自己的人，到最后无论是学业还是事业还是感情，一定都会失败。就这样。真的，我就觉得这个女生你要好好想一想，千万不要这么大好的青春去不停地贬低自己，最后你迷失自己。所以女生啊，你坚定就好了。这个关系嘛，至少现在我们看，主动权还在你的手里啊，你自己坚定。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就是一定分或者一定怎么样。这个主动权在你，就这个关系的主动权在你，好好把这个主动权用好啊。好啦，我们谢谢3对朋友给我们做的分享啊，大家到后面好好考虑一下。谢谢各位，请回啊。3对大概表达出了人性当中的一个字儿，就叫贪。年轻的学长贪心各种莺莺燕燕嘛，对吧？这个50多岁的大哥贪，我既想要你无条件的伺候我，我又想把这个我的人生这个对吧？掌握。然后第一对新婚的夫妻其实也是一个贪字，对，完全利己，毫不利他嘛。预测一下，你觉得第一对会出来吗？会出来。我看那个姑娘一直在乐，我觉得她也会出来。哎，有一些女孩子笑是为了掩饰心里头的不安吧。我觉得也许她会聪明到不出来了，但不管出不出来，姑娘，让你的丈夫给你打一个借条，把这个拿走你的钱的这一些，看怎么样用怎么用法律的手段先夯实下来，不出来。这是你的一个态度，对吧？对。好了，那么这对新婚半年的夫妻到底会不会出来呢？请开门。哎呦，哎呦，很棒。这至少是认知的一个开启嘛。对，你至少可以知道，这夫妻双方没有达成一个要出来的共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今天几位老师在这个现场跟他们谈到的那些话的核心内容，然后重新开始规划和考虑自己的人生。来吧，我们看看这个大哥和大姐会出来吗？不出来，不出来，出来再谈谈吧。啊，不出来。别谈了，谈啥？铜墙铁壁似的。反正大姐闲着也是闲着。老师，那个，他真的像铜墙铁壁一般。好了，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对中年人的爱情，到底以何做终结？请开门。别出来，完了。这个不是挺好的吗？黄昏恋啊，都说这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间对他们来说更珍贵啊，对吧？抓紧时间呗。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猜一猜啊，姑娘会同意不分手吗？不出来。不出来，你们干嘛？
不出来，不能同意，不能同意，对，不能和好。哎呀，世间之事难说哟。来，我们看看他们最后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走了。今天是个全黑哎。就是我是真的就觉得这3对就不应该在一起，因为在这些情感当中，我们看到了爱情之外的太多的东西了。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 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感谢观众朋友的又一次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